我在地下车库装了充电桩专属车位，结果第2个月电费就飙到1300元，我懵了，连忙找物业调监控，一看当场气笑了。对门邻居天天半夜12点鬼鬼祟祟溜进车库，竟然拔掉我的充电枪，插他自己车上，还偷了整整1个月，我没吭声。这不是1701的王强吗？他怎么？原来他就是这么用我的电的。这可真是太过分了。林先生您放心，我这就去找他，这简直是盗窃。不急，你先帮我把这1个月的监控录像都拷贝一份，然后帮我联系一下工业局，问问工业充电桩的申请和安装流程。工业充电桩？林先生，您家用车那个啊？那玩意儿是给工厂用的，电压高，费用也高，而且我喜欢。这林先生平时看着挺斯文的，怎么突然这王强可算是踢到铁板了？林先生，您确定要申请工业充电桩吗？这种380伏的设备一般是大型企业或专业充电站才会用到，家用车的话，我们建议您使用220伏的民用桩，更安全也更经济。我需要更高效的充电体验，请问改装和安装的周期大概多久？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？以及如果我需要进行一些特殊的改装，供电局这边有没有相关的技术支持？特殊的改装，林先生，我们只负责提供标准化的电力服务，任何非标准改装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，我们是不建议的。而且工业装的电压高，如果操作不当，可能会……我明白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技术规范和安全边界，我会请专业的工程师来操作，请您把所有相关的申请资料和技术手册都给我一份。好吧，林先生，这是您要的资料，不过我还是得提醒您，安全第一。安全当然是第一。我回到家，眼神冷静，将一叠工业充电桩申请资料放在客厅茶几上。窗外邻居王强正哼着小曲，春风得意地锁上电车。林默，你真的要这个什么工业桩？邻里之间有必要搞这么僵吗？对付豺狼，你不能用喂兔子的方式。他偷电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邻里之间？可我们可以报警啊，或者让物业出面协调。你这样，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我害怕。报警，最多是批评教育，赔点电费。他这种人，不让他疼到骨子里，是不会长记性的。对付无赖，讲道理是最无用的办法。放心，我请的是最专业的师傅，每一步都合法合规。我只是给他准备一个他自己选择的结局。王强哼着小曲走向自己的车位，准备像往常一样借用一下我的充电枪。刚走到车前，他脚步一顿。尊敬的1701业主，接1702业主反映，您有盗用其私人充电桩嫌疑，请您立即停止相关行为并进行自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哼，后果自负？吓唬谁呢？姓林的那个书呆子还真敢告状。行啊，跟我玩这套是吧？小打小闹，我陪你玩。收起来了，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，幼稚。王强一脚踹开物业办公室的门，把那团纸砸在张经理的办公桌上。老张，你特么什么意思？凭什么在我车上贴这玩意儿？说我偷电？你哪只眼睛看见了？血口喷人！王先生，您先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这只是个提醒。提醒个屁！我告诉你，这是诬陷，是那个姓林的故意搞我。他凭什么说我偷电？证据呢？让他拿证据出来。证据？这个林先生他……证据就是监控，你现在就给我调监控，我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，是不是他林默自己把电线接我这儿来陷害我？监控那个王先生，不巧，监控系统最近刚好在升级，昨晚的画面可能有点卡，看不清了。物业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。我再问你一遍，监控呢？你说系统升级卡了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耍是不是？王先生，您别激动，真的是系统问题，我这也没办法呀。少废话！今天你要是拿不出监控，我就当你跟那个姓林的合起伙来整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完，我天天来你这儿坐着。哎呦，我当是什么大事呢？张经理，我们家老王可是老实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合伙欺负他吧？不就是点电费吗？那个林默至于吗？一个大男人小肚鸡肠。王太太，您误会了，真不是。误会什么？我看你们就是看我们好欺负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必须把监控调出来，不然我们就去业主群里好好说道，让大家评评理。
你们物业是怎么为难我们老实业主的？听见没？现在立刻给我调监控！如果真是算错了，我认；但如果不是，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得罪王强，最多是天天被骂；得罪林默，那个书生怕是要让我吃不了兜着走。行，你们要看是吧？我给你们看，看完了你们就知道谁是小人，谁在诬陷了。看就看，谁怕谁啊？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斜。王先生、王太太，看清楚了，这不可能，这视频是 P 的，对，肯定是那个姓林的 P 图陷害我们。P 的，王太太，这是我们物业花大价装的高清监控系统，带时间车无法篡改。要不要我把过去1个月的录像全都给你们调出来，一帧一帧的看？总算把这烫手山芋扔出去了。王强和李梅灰溜溜地走出物业办公室，一路上夫妻俩一言不发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，我正安静地站在里面等他们。小人得志。电梯门叮的一声打开，17楼到了。我面无表情走出电梯，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那对夫妻。咒骂是弱者最后的武器。怎么样？他们没为难你吧？我听见楼下吵吵嚷嚷的。没事，张经理把监控给他们看了。看了就好，这种人就该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们的嘴脸，真是太过分了，偷东西偷到自家邻居头上了。那这事儿就算了，他们也知道错了，以后应该不敢了。你那个工业充电桩的申请，要不就撤了吧？撤了？为什么要撤？客厅的气氛瞬间冷了下来。我将水杯重重放在茶几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苏晴被我突然的反应吓了一跳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事情不是都清楚了吗？他们被当场抓包，以后肯定夹着尾巴做人了。你还装那个东西干嘛？你觉得被戳穿的羞耻能让他们长记性多久？1个月还是1个星期？可你那个太危险了，380伏，万一出事了呢？为了这点电费，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吗？邻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以后还怎么相处？相处？他半夜溜进车库偷我电的时候，想过怎么跟我相处吗？苏晴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讲道理？我不是善良，我是害怕。林默，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行吗？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你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？报警，然后呢？批评教育，赔我几百块电费，再写个不痛不痒的保证书。他不会疼，就不会怕。我就是要用他听不懂的语言，给他上一堂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物理课。我不管，你要是真这么干，万一真闹出大事，我就去给他们家道歉，求他们原谅。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。深夜的地下车库很安静，只有几盏感应灯发出昏黄的光。我站在自己的车位旁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屏幕上是与安装师傅的聊天记录。师傅，安装流程我最后确认一遍，所有安全协议必须按最高标准执行，特别是过载保护和绝缘部分，不能有任何疏忽。猎物开始不安了吗？师傅，刚才的方案帮我加一个条款，对，一个意外免责的补充条款。地下车库深处，我的车位旁，几名身穿工装的安装师傅正在忙碌，电缆和工具箱堆了一地，电钻的嗡鸣声回荡在空旷的空间里。我站在一旁，手里拿着一份图纸，不时低头与师傅们交流。师傅，这里的接地电阻，我希望控制在0.5欧姆以下。另外，过载保护的瞬时断开电流，务必设置为300安赫。林工，您放心，我们都按最高标准来。这工业桩我们是专业的，您这要求比普通工厂的都高了。林工，您这充电桩是要给什么充电啊？我看这线杠这配置都快打上小型充电站了。只是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。哟，这不是林工吗？大早上的又在捣鼓什么高科技呢？看这架势是要把核电站搬到地下车库来啊！我说林工，这电费交不起就别硬装大款啊，搞这么大阵仗，别到时候把整个车库的电路都给烧了，那就好玩了。这位先生，
我们正在施工，请您不要打扰。打扰？我这是提醒他呢。这玩意儿电压高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谁负责？别到时候车没充上电，人先被电麻了。王先生，您多虑了，专业的设备有专业的团队负责。专业？我可没看出来，我看就是花冤枉钱。有这钱，不如把欠的电费先还了。我的账单我自己会处理，王先生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的车吧。什么意思？我的车怎么了？猎物开始不安了吗？傍晚时分，安装师傅们已经收工离开，我独自留在车位旁，仔细检查着新安装的工业充电桩。我戴着白手套，用手电筒仔细检查每一个接线口，每一个螺丝。我明明记得这锁是完好无损的。看来，有些人的手伸得比我想象的更长。你们是不知道，那个1702的林默，看着斯斯文文的，其实就是个神经病。为了几百块电费，又是报警又是找物业，还非说我们家老王偷他电啊！林默，他不是挺好的吗？上次我车没电，他还帮我搭了电呢。好，你们是没看到他那副嘴脸。现在好了，天天在车库里搞什么工业充电桩，叮叮哒哒的，跟个疯子似的。我看他就是心理变态。工业充电桩，那玩意儿电压很高吧？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谁知道呢？我看啊，就是小气鬼，自己没本事就喜欢找别人的茬。傍晚时分，安装师傅们已经收工离开，我独自留在车位旁，仔细检查着新安装的工业充电桩。我戴着白手套，用手电筒仔细检查每一个接线口，每一个螺丝。我明明记得这锁是完好无损的。看来，有些人的手伸得比我想象的更长。你们是不知道，那个1702的林默，看着斯斯文文的，其实就是个神经病。为了几百块电费，又是报警又是找物业，还非说我们家老王偷他电啊！林默，他不是挺好的吗？上次我车没电，他还帮我搭了电呢。好，你们是没看到他那副嘴脸。现在好了，天天在车库里搞什么工业充电桩，叮叮哒哒的，跟个疯子似的。我看他就是心理变态。工业充电桩，那玩意儿电压很高吧？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谁知道呢？我看啊，就是小气鬼，自己没本事就喜欢找别人的茬。是她呀，听说她老公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，真的假的？那她还住在这里啊？林默，我们走吧。清者自清。哟，这不是林公吗？怎么耳朵这么灵啊？我说什么你都听见了？做了亏心事儿就怕人说啊？王太太，嘴巴是您的，但请您管好它。有些话说出来容易，收回去可就难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我可没指名道姓。再说了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就是个小气鬼，心理变态。李梅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们家林默怎么你了？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哟，这不苏晴吗？怎么，你男人被人说两句就受不了了？也是，摊上这么个小肚鸡肠的男人，你日子也不好过吧？听说他为了几百块钱电费，把家里的充电桩都改装成工业用的了。你也不劝劝他，万一出了人命，你下半辈子怎么办？李梅，适可而止。哼，走着瞧，总有一天你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客厅里气氛压抑到极点，苏晴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捂着脸，身体微微颤抖。我站在窗边背对着她，手指轻轻叩击着玻璃。林默，你听听外面都在说什么？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菜市场那些人看我的眼神？流言止于智者。智者？哪有那么多智者？他们都说你小气，说你变态，说你为了报复不顾一切。你让我在小区里怎么做人？苏晴，你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你眼里只有报复。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家？为了一个王强，为了几百块钱，你把我们的生活都毁了。毁了？谁毁了？是他偷电在先，是他诋毁我们在后。我只是在维护我们应得的。维护？你维护的就是让我们在小区里抬不起头来吗？你那个工业充电桩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万一真出了什么事，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我当然想过，但我更清楚，对付这种人，你不让他疼，他就永远不会收敛。他变了，他变得好陌生。我真的不明白你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怎么生活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深夜，书房里一片漆黑，只有电脑屏幕发出幽幽的光。
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，屏幕上是我正在研究的工业装技术说明书，以及一些触发机制的图眼。信任的裂痕，这只是开始。王强，你准备好迎接你的物理课了吗？过载保护，初始阈值设定为300安培，响应时间0.01秒。异常接入识别，基于阻抗和电流波形分析。这不再是简单的充电桩，而是一个精密的天平。烧毁充电模块。这只是警告。如果检测到恶意接入，且试图规避前2级保护，或者接入设备存在短负风险，那就直接断开主回路，并释放瞬时高压，确保物理课足够深刻。你以为占的是便宜，却不知你踏入的是我为你量身定制的深渊。清晨，地下车库人影稀疏，我独自来到车位旁，看着已经安装完毕的工业中电桩，眼神平静。警告：380V 工业用电，非请勿碰。王强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崭新而充满威胁感的工业充电桩静静地立在我的车位上，红色的警示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王强哼着小曲儿，吊儿郎当地走到他的车位旁，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我的车位，脚步却猛地一顿。我靠，这真给装上了！警告：380V 工业用电，非请勿碰。哼，还非请勿撞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姓林的，你还真敢玩大的？不就是个电费吗？至于吗？想吓唬我，没门！老王，你今天去车库了？那个林墨的充电桩真装上了？装上了又怎么样？还搞了个什么工业用电，非请勿碰的牌子？我看他就是个纸老虎，吓唬谁呢？他就是想装腔作势，想让你知难而退，你可不能上他的当。他一个臭工程师，能玩出什么花样来？没错，他就是想让我不敢再动他的桩。哼，我偏不，他越是这样，我越要让他知道，老子不是吓大的。对，就得这样。他不是喜欢装斯文吗？咱们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以为弄个工业桩就能把我吓住。哼，越是危险的东西，越说明他急了。我看他就是虚张声势，说不定就是个空壳子，吓唬人的。那今晚还去吗？他要是真没辙了，咱们可就赚大了。去，怎么不去？他不是想玩吗？我陪他玩，我就不信他真敢把我车烧了。姓林的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今晚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午夜，地下车库一片死寂，只有几盏感应灯发出微弱的光。王强鬼鬼祟祟的身影再次出现，他穿着一件深色外套，戴着帽子，小心翼翼地靠近我的车位。来吧，看谁笑到最后。哼，姓林的，你这破玩意儿，还不是照样给我充电？什么声音？妈的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姓林的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王先生，我们初步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您的车情况不太乐观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电瓶坏了？修要电瓶的问题，是您的充电控制模块被一股瞬间高压电流击穿，完全烧毁了。而且由于电流过大，部分线路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。烧毁了？怎么会？我昨晚只是充了个电啊。具体原因我们还在进一步排查，但从损伤情况来看，这种高压脉冲绝不是普通民用充电桩能造成的。维修费用，光是更换充电控制模块加上线路检修，预计在3万到5万元之间。3万到5万？是的，而且由于充电模块属于核心部件，更换后可能还会影响车辆的整体性能和保销。我们建议您做好心理准备。王强失魂落魄地走出 4S 店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巨额维修单，上面的数字3万到5万，这几乎是他半年的工资。姓林的，你这个混蛋！林墨，我跟你没完！王强怨毒的目光仿佛要将林墨的家烧穿。
他猛地转身直奔物业办公室，他要找人发泄。张经理，你他妈给我出来！林默那个混蛋，他把我车烧了，你给我评评理！王先生，请你注意言辞，这里是物业办公室，不是你家客厅。言辞个屁！你知不知道我车被烧了？3万多块钱的维修费，他林默故意设陷阱害我，你作为物业就这么眼睁睁看着？王先生，你的车被烧，我很遗憾，但请问，这跟我物业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他林默装的那个什么工业充电桩就是个杀人机器，你不是物业经理吗？你不管？杀人机器？王先生，请你看清楚，这是林先生充电桩上的警示牌，上面清清楚写着380V 工业用电，非请勿碰。请问你看到了吗？这……再请王先生看看这些，这是你过去1个月每天晚上12点鬼鬼祟祟偷用林先生充电桩的证据。林先生多次提醒，甚至通过物业发了警告函，你都置若罔闻。我那不是偷，我那只是借用一下。他一个大男人，至于这么小气吗？小气？王先生，林先生有专属车位，有专属电表，他合法用电，哪怕他装个核反应堆，只要手续齐全，符合安全规范，也是他的自由。你未经允许私自盗用他人财产，在人家明确警告的情况下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现在出了事，反过来指责别人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你这是帮他说话，你们物业就是跟他一伙的。王先生，我只讲道理，讲法律。林先生所有的手续，包括工业桩的安装，都符合规定，他没有违反任何物业条例，反倒是你涉嫌盗窃他人财物，并且不听劝阻，造成自身损失。这事儿物业管不了，也不该管。如果你觉得不服，大可以去报警，去法院告他。好你个张经理，你给我等着！林先生，这事儿我可替你挡了。林先生，王强来闹了，我已经按您说的把所有证据都给他看了，他现在应该没话说了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手机屏幕亮着是张经理发来的微信消息，我看了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。苏晴从厨房端着水果走过来，看到我手机上的内容。王强，他来闹了，那他会善罢甘休吗？他不会。那怎么办？他这个人，我听说特别记仇，万一他再出什么幺蛾子？他能出的幺蛾子都在我计算之中。手机屏幕上，小区业主群里一条匿名消息突然弹出，打破了深夜的平静。不是吧？1702的林默看着挺斯文的，烧车这也太狠了吧！工业充电，我家也有电车，这林默不会也给我家车来一下吧？林默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舆论才是最好的武器。林默，你看他们都说什么啊？烧车、谋财害命，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？你快解释啊！解释给谁听？解释给邻居听啊！他们都误会你了，他们都说你危险。清者自清，不是用来骗自己的，而是要用事实去击碎谣言。他又要干什么？书房里，我的电脑屏幕上，一份图文并茂的文档正在迅速成型。我将之前物业提供的监控录像截图、工业充电桩的安装合同、警示牌照片以及专业的技术说明整理的条理清晰。舆论的战场不是靠情绪，而是靠证据和逻辑。各位业主，关于近期小区内关于充电桩使用的不实言论，我在此进行澄清。首先，我安装的工业充电桩手续齐全，符合国家电网及物业的所有安全规范。其次，关于烧车一事，实乃对方未经允许私自盗用他人合法财产，在收到明确警告后仍一意孤行，最终自食恶果。物业张经理，请您核实我所言是否属实，以及工业充电桩的合规性。我操，真的是偷电贼啊！这监控视频也太真实了吧，还打码了。林默真是个文明人。我靠，这王强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偷电还反咬一口。1701家客厅，王强盯着手机屏幕上业主群里的消息，脸色铁青。他匿名发出的消息不仅没有煽动起舆论，反而被我的反击彻底击溃，他成了众矢之的。林默，你他妈给我等着！老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手机都摔坏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他们都在骂你。骂就骂，老子才不怕他们。他林默不是喜欢玩瘾的吗？老子今天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真刀真枪。林默，你以为舆论就能压垮我？老子偏不信这个邪。林默，今晚你那破充电桩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地下车库，夜色深沉，只有几盏感应灯发出昏黄的光。王强手持一把锈迹斑斑的老虎钳，面目狰狞，眼神中充满了疯狂的报复欲望。他死死盯着我车位方向，每一步都踏得极重。林默，你以为舆论就能压垮我？老子偏不信这个邪。今晚你那破重电桩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我看你再怎么装，捡了你这破玩意儿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什么鬼东西？啊！这是什么？林默，你这个魔鬼！王强痛苦地喘息着，
视线模糊中，他惊恐地看到就在他头顶上方，充电桩的顶部一个微小的红点正在有规律地闪烁着。那是什么？摄像头？他都知道。冰冷的昏母地地上，王强蜷缩着，身体因剧痛和恐惧而不住地颤抖。他死死盯着充电桩顶部那个闪烁的红色小点，他最后一点侥幸彻底没了。他都知道。你又去干什么了？疯疯癫癫的，看看你这德行！他是个魔鬼，林默他就是个魔鬼，他什么都知道。现在知道他是魔鬼了，当初让你别去惹他，你不听，现在好了，车子要修，人也丢尽了。我告诉你王强，那5万块钱维修费，你自己想办法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我想办法？我他妈还有什么办法？都是因为他，都是因为那个姓林的，他毁了我的车，他让我在全小区面前抬不起头，他想让我死。你想干什么？他不是最宝贝他那辆破车吗？好得很，他让我不好过，我他妈也让他倾家荡产。林默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家的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，光线昏暗。苏晴在卧室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索性起身来到阳台透气。她无意间朝楼下车库入口望去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让她瞬间心跳漏了一拍。天哪！林默，你快看，王强，他提着一桶东西去车库了，他疯了，他真的疯了。别怕，他在我的剧本里。剧本？什么剧本？他手里拿的好像是油漆，他是要去泼你的车，你快报警啊！报警太便宜他了，有些人只有当众丢尽脸面，才懂得什么叫敬畏。王强，你终于走到了我为你准备的最后一步，这不是我逼你的，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愚蠢，一步步把你推向了深渊。王强狞笑着将油漆桶放在地上，他欣赏着眼前这辆光洁如新的汽车，仿佛已经看到了它被红色油漆覆盖后的惨状。姓林的，你不是爱车吗？老子今天就让你爱个够！这又是怎么回事？王强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，这消防喷青头他自己爆了。那地上的油漆桶是怎么回事？你手里还拿着什么？怎么，王强先生，这是打算给林先生的车换个颜色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路过，这都是林默的陷害，他故意的。别废话，人赃并获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没犯法，我什么都没做。王强，你还嘴硬？林先生已经提供了完整的监控视频，你意图破坏他人财物，证据确凿。现在林先生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报警？林默，这真的没事吗？他不会再找我们麻烦了吧？他会，但不是现在。你做了什么？警报怎么停了？只是远程关闭了工业桩关联的烟雾感有器，毕竟油漆挥发物的浓度还不足以触发真正的火警。他竟然连这个都算到了。王强，你以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普通老实人？不，你面对的是一个工程师的逻辑。警车闪烁着警灯，载着王强缓缓驶出小区。我和苏晴站在阳台上，目送着警车远去。你赢了？不，我们赢了。恭喜你，王强，你成功的为自己上了一堂生动的物理课。警车内，红蓝警灯的光芒无声地扫过王强惨白的脸。他透过后车窗最后看了一眼自家小区，正好看到17楼阳台上，我举起手中的杯子，朝他的方向遥遥一敬。林默，警察同志，我要告他，我要告那个林默，他这是故意伤害，是设下陷阱谋杀。冷静点，说清楚，谁要谋杀你？就是1702的林默，他那个充电桩有问题，是个武器，我一碰就被电，我车都被他烧了，他就是个心理变态的疯子，你们得抓他。王先生，又见面了。林默，你他妈还敢来？你这个阴险小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王强，安静，这里是派出所。警察同志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关于王先生对我的一系列指控，我想这些东西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。我的战场不在口舌之争，而在绝对的证据。警察 A 将 U 盘插入电脑，审讯室的显示器亮了起来，一段段视频开始播放，时间地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就是借用一下，他小气。
啊！你，王强，盗窃他人电力，撬交他人车位锁，试图破坏电力设备，意图毁坏他人车辆，这些视频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警察同志，我安装的工业充电桩所有手续齐全，并且在显眼位置张贴了380伏高压危险、非请勿碰的警示。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。至于王先生遇到的意外，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自动化的正当防卫。林先生，你的证据很充分，我们明白了。王强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你因多次盗窃以及故意损毁财物未遂2项并罚，处以行政拘留15日，并处罚款。拘留15天后，拘留所门口，王强走了出来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胡子拉碴，眼神黯淡无光，仿佛老了10岁。李梅抱着手臂，一脸不耐烦地等在不远处。看你这副鬼样子，真是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光了。你什么你？现在全小区都知道你是个偷电贼，我出门买个菜都得被人指指点点。你满意了？舒坦了？够了，还不是因为你天天在我耳边说他不敢，说他装样子。要不是你怂恿我，我能进去吗？你赖我？王强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自己没本事偷东西被抓，现在赖到老娘头上了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这个窝囊废。过不下去就滚，滚啊！拘留所门口的争吵余波未平，1701家客厅里，王强和李梅的气氛压抑得仿佛一点就燃。王强坐在沙发上，双眼布满血丝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罚款单和汽车维修报价单。5万，足足5万块！妈的，我这半年的工资都没了，全他妈让林默那个王八蛋给毁了！毁了就毁了，你现在还想怎么样？你看看你这副鬼样子，出去一趟人都瘦了一圈，还把钱都搭进去了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当初一个劲儿的怂恿我，说什么林默不敢，说什么他就是装腔作势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怂恿你，我当初是让你别去惹他，是你自己鬼迷心窍，非要贪那点小便宜，现在出了事，你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啊！我贪小便宜？我那是替天行道。他林默就是个披着人皮的魔鬼，他故意设下陷阱，他就是要毁了我。王强，你清醒一点吧，他有监控，有证据，所有人都看到是你偷电在先，你再闹下去，只会让我们家更难堪。难堪？我已经够难堪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他林默不是喜欢玩证据吗？好啊，我也给他找证据。他疯了，他真的疯了。你还想干什么？你别再去了，你再惹他，我们家就真的完了。完了，哼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他那个充电桩肯定有问题，我只要录下他那充电桩害人的证据，我就能翻盘，我就能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林默是个什么东西。王强，求求你别再去了，算我求你了，我们不争了好不好？我们好好过日子行不行？邻居们现在看我们的眼神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我真的受够了。只要我拿到证据，只要拿到证据。王强，你这个疯子，你还想把我逼死是不是？我不会输的。深夜，客厅里一片漆黑，李梅在卧室里哭累了，终于带着满心的疲惫睡去，但眉头依然紧锁，睡梦中也透着不安。林默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今晚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绝地反击。林默，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地下车库，感应灯昏黄闪烁，王强紧紧攥着手机，录像功能已开启，屏幕的光线映照着他扭曲的脸，他每一步都带着偏执的疯狂，靠近了我的工业重电桩。林默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今晚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绝地反击。各位邻居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那个姓林的用来害人的所谓工业充电桩，我今天就冒死揭露他的真面目。来吧，你不是能电吗？老子今天就让你电个够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反应？难道他收手了？不可能！我的车！我的车！火光映照着王强呆滞的脸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世界仿佛在此刻静止。他呆呆地看着手机里录下的自己爱车被瞬间烧毁的全过程。那辆车承载了他所有的虚荣和侥幸，此刻却在他眼前化为一堆废铁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地下车库一片狼藉，焦糊味和水汽混杂在一起。王强瘫倒在报废的爱车旁，双目无神，手机碎裂的屏幕映照着他彻底绝望的脸。消防员们正在对冒烟的车辆进行最后的检查，保险勘察员则戴着白手套仔细地拍照取证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初步判断，
是车辆的充电系统在接入高压电源时发生短路，导致电池组过载燃烧，火势已控制，但车辆损毁严重，基本报废。王强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是那个林墨，他故意设陷阱，他那个充电桩有问题，他就是想烧我的车。王先生，我们调取了现场监控，视频显示，您是在明知充电桩有380伏工业用电非气勿碰警示的情况下强行介入。那警示牌是他贴的，他就是想掩盖他那杀人机器。警察同志，保险勘查员，这里有我向工作局申请工业充电桩的全部文件，包括工业用电安装合规证明以及工建局盖章的安全告知书。上面明确指出，仅限符合工业用电标准的设备使用，严禁民用车辆匹配设备接入，否则的后果自负。好的。林先生提供的文件非常完整，且均有官方盖章。从技术角度看，他安装的工业充电桩是符合规范的，并且尽到了告知义务。王强，林先生的充电桩合法合规，并已尽到警示义务，而你未经允许私自切入不匹配的电源，造成自身车辆损毁，这属于你个人违规操作，与他人无关。不可能，你们这是合伙陷害我。王强，你还想抵赖？物业这边也有你多次盗用林先生充电桩的完整监控记录。林先生已经仁至义尽，多次警告，你一意孤行，现在怪谁？所有人都背叛了我。次日，1701家客厅一片死寂，王强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2份文件，一份是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书，另一份是车辆报废处理单。我的车，我的所有希望全都没了。那是什么？拒赔报废。什么？保险公司拒赔，车辆报废？王强，你到底都干了什么？这上面写的维修费用还有报废处理费。我什么都没了。此时王强身体猛地晃了一下就晕倒了。王强，你别吓我啊，你快醒醒！病人是受到了剧烈刺激，导致急性应激反应，伴有轻微脑震荡，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他不会有事吧？目前来看，生命体征稳定，但心理上的创伤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来恢复。听说王强被气晕了，车子烧了，保险拒赔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活该！偷电还想泼油漆，这种人就该给他点教训。林墨真不是一般人啊，斯斯文文的，反击起来真是绝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斯文人不好惹。以后谁还敢惹林墨，简直是降维打击啊！我以前还误会林墨了，现在看来他才是真男人。我家的客厅里，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地板上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手捧一本厚厚的专业书籍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神情专注。苏晴站在不远处看着他平静的侧脸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我当初怎么会怀疑他？他不是在报复，他是在维护我们的尊严，维护我们这个家的安全。老公，怎么了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怀疑你，不该不理解你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兵不血刃，让对方输得一败涂地。对付无赖，比的不是谁的拳头硬，而是谁的脑子好用。老公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你做什么我都相信你。傻瓜。小区里，关于王强夫妇卖房还债的消息已经悄然传开。1周后，小区门口，一辆搬家公司的货车停在路边，王强和李梅从小区里走了出来，两人都瘦了一大圈，面色憔悴，眼神空洞。他们没有行李，只有2个随身的小包。林墨，你赢了。王强在踏上货车前猛地回头，最后看了一眼17楼的方向，他的眼神中没有了怨毒，只剩下被彻底击溃后的敬畏与恐惧。林墨，你赢了。对，是我。我想申请将充电桩的控制程序恢复到出厂设置。对，移除所有自定义的保护协议。林先生，您确定吗？那套程序？确定，已经用不上了，麻烦你们了。都结束了。结束了。我听说他们把房子卖了，用来还修车的钱和罚款，剩下的也不多了。那是他自己选的路，从他第一次拔下我的充电枪开始，每一步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只是为他准备了一个符合逻辑的结局。老公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你那个工业充电桩为什么最后会直接烧了他的车？之前不只是烧了模块吗？因为他第2次是拿着老虎钳去捡电缆的，系统判定为恶意物理破坏，触发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机制，瞬间高压释放。而第3次，他拿着手机录像想碰瓷，系统识别到他反复无视警告的恶意接入，直接执行了最彻底的物理课。所以这一切都在你的计算之中。对付无赖，不是要让自己也变成无赖，而是要利用规则让他自己打败自己。我所做的只是把所有合法的公开的规则摆在他面前，但他被贪婪蒙蔽了双眼，一次又一次的自己走进了我为他画好的圈套里。你为了这个家想了太多了。因为这是我们的家。几天后，我和苏晴下班回家，在电梯里遇到了住在楼下的邻居。林工回来了。刚下班。那个林工，我家的电车充电有点慢，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？您是专家，肯定懂得多。充电慢有很多原因，
可能是电池老化，也可能是充电桩功率问题。这样，你明天把车型和充电桩型号发给我，我帮你看看。哎呀，那太谢谢您了，林工，太谢谢了。林工，你现在可是我们小区的红人了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。城市的霓虹在夜空中闪烁，我和苏晴站在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。真好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。我想要的本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胜利，只是这份属于我们的安宁的日常。一直都会这么好。老公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用你的方式守护了我们。傻瓜。正义有时候需要一点点智慧和耐心。